刚刚你看到的这段呢，是我用随手拍的一张自拍照，在手机上就做出来的情景故事影片。现在 AI 影片工具呢是越来越多了，但我自己呢其实一直有一个很实际的需求，我不是要偶尔拍一支大片，我是想要日常拍片的时候，能不能随手就可以去补素材。有时候呢，其实你拍到一张还不错的照片，你脑中其实已经有画面了，但是你会懒得去开电脑，懒得去剪辑，甚至呢懒得去建模。所以我这次呢想测的不是 AI 的生成能力，而是在手机上随手拍了一张素材，能不能一路变成一段有情景故事的长影片。那我呢就测到了这个工具叫 AI Reel， 它其实呢比较像是一个影片加工站，不是只是单一的生成模型而已。你可以直接把照片呢丢进去，变换场景，添加角色，而且呢这种照片呢都是你手机上随手拍的就 OK 了。像它也支援非常多的模型，像这里如果我想添加角色的话呢，就直接加到后面的图片可选项就 OK 了。而且它还有一个视频帧功能，你可以用首尾画面呢去控制一段动作流程，里面呢还整合了好几种不同类型的模型，有偏写实的，有偏电影感的，偏动画运动的。你不用自己去研究哪个模型适合哪个画面，直接呢在同一个地方换模型测就好了。而且它还有一个我觉得蛮实用的东西，就是特效模板还有情境玩法。像是你有一张很普通的人像，可以直接变成舞蹈，变互动，甚至呢是变剧情的片段，而且呢是那种社群会用到的短梗影片，也是能直接套进去使用的。先来看看图片转图片，这是我认为最重要最有创造力的一个功能。因为呢其实我们做影片第一步永远也不是生成影片，而是先确定你的主体，先选一个照片编辑的模型，像第一个呢就是 AI Reel 自带的一个模型，我后面呢也会尝试用 Nano Banana Pro 的专业编辑模型来试一下给我的图片添加角色。 OK， 点选好模型之后呢，像这里呢我就可以上传一张图片了。像是很多时候呢，你手上有一张不错的照片，但是呢我想要去改场景，加角色或者补一段剧情，那这个呢就是图片转图片存在的意义。你可以直接在提示词输入框这里输入你要去改什么样的场景，像是我就直接很简单的写戴着耳机随便的去逛一下便利店。几秒钟的时间，我就从户外随手拍的一张照片来到了便利店，戴着耳机呢在选购商品。如果想要角色呢，面向镜头也非常简单，直接写出来就 OK 了。那还可以这样子的，就是说我的侧面要露出来，然后呢可以看到门口。不同的镜头方向还有不同的一个场景呢，都可以通过描述来生成出来。像是这一张图片呢，我点开了它的一个详细讯息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是用这张图来作为原始图片，这样呢我就可以保证了我的耳机呢是一致的。然后呢我的提示词是这样写的，女生戴着无线耳机，然后从便利店的货架区走向出口。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可以看到便利店的出口了。那我就想了，我是不是等一下可以做一个视频帧的影片，这个作为首帧的图片，然后这个作为尾帧的图片，然后让 AI 帮我把中间的一段影片给补全，这样呢我就很好的控制了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画面了。还有一个模型也非常好用，就是 Nano Banana Pro。 它呢除了可以你有指定的一个原始的角色图片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添加其他的确定的场景或者确定的另一个角色。像是你想要这个角色回到家里，然后看到了他的猫猫，那就在这里添加上卧室的图片和猫猫的图片就 OK 了。那因为回到家了，我就不用这个戴着耳机的图片了，换一张。所以呢我就换了之前的那张没有戴耳机的角色图，提示词呢也改一下，
回到家，走进了客厅，镜头呢在女生蹲下，上半身侧面跟拍，室内呢暖色的灯光，地板和沙发呢是有的，然后有一只猫呢从前方快速的跑向了女生，并且停在了她的面前看她，这就是我想要的一个场景。AI Real 呢，它可以很稳定的让我的角色每张图片长相呢是一致的，那我后面的想法呢就可以做一支长影片，都用同一个角色。但是呢，有时候呢只有一个人的话，画面呢就会很无聊，所以呢它就有了其他的模型支援，让你可以丢多张图进去，把猫加进到场景里面，它会很稳定的帮我生成有角色关系的一个场景图，一下子呢就会有一个故事感了。它会很聪明的帮我布局场景，像是我提供的卧室图呢，原图这里呢它是会有一个桌子，上面放着一杯咖啡的，但是生成出来的图片呢，它就把桌子和咖啡直接去掉了，就只有地毯，还有后面的桌子和左边的一个沙发，然后呢把猫猫和我放到镜头的最前方，是不是非常方便？而且呢它是可以支援手机端的，简直就是只要你随手拍到了觉得合适场景的图片呢，你就可以直接的去做图，然后生成影片来发布出来。另外 Nano Banana 2呢也已经在 AI Real 上正式上线了，你可以注册马上领300个积分，免费去试像 Nano Banana 2这样的新模型。其实呢，到这里就很接近真实的拍片流程了。你不是直接去拍片，你是先去决定人物、配角、场景，而且呢是在手机上完成了这几个的镜头布局。你也可以放心去试不同的模型，因为 AI Real 呢给了新用户都会送300免费积分。接下来呢，我还想要用几个最新的模型来生成影片看看。那我就用刚刚生成的图片来变影片，让镜头从女生慢慢移动到猫猫的身上，然后呢要是暖光，猫猫抬头看镜头，还有轻微的晃动它的尾巴，要体现了它的呼吸还有毛发自然的晃动。然后呢我会让画面稳定，就像手机随手拍摄一样的一个真实感。上面的模型我就直接选了 AI Real 最新的 2.0 模型，然后呢后面我们也可以试一下其他模型。如果你不会写提示词呢，也可以让 AI 帮你润色一下，它会根据图片的场景还有图片里面的角色关系帮我写好一个提示，像是它会强调女生穿了白色吊带裙，然后呢也是镜头从女生呢移动到地上的3花猫，刚刚我写的只是猫，它就帮我补充完整呢是3花猫。然后呢还有女生蹲姿轻抚猫猫的头，3花猫抬头看镜头，尾巴轻微的左右晃动，它会写清楚呢是左右晃动，这样呢 AI 就很会清楚我想要的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了。然后再设定一下影片的分辨率和持续的时间，那我就选10秒，还有 AI 音效呢可以开启，然后去制作这个影片。那生成影片的同时呢，顺便我来测一测难度更大一点的。我换一张图片，提示词呢，我先把我大概的想法呢填在这里。高楼呢突然发生爆炸，但是呢我要女生的表情呢从现在这个平静的变成微笑，并且走向镜头，就有点恶趣味感了。然后让她的头发有随风晃动的感觉，然后再让 AI 帮我润色一下，它就把我的想法呢写得非常的具体了。再来呢可以换成其他的模型来试试看，像是每个影片模型它擅长生成的关键点呢都不一样，像是 View 3.1 的话，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火爆趋势逼真效果，那我觉得这个模型就比较适合我想要生成背后的高楼爆炸的一个效果。像是 Cdance 这个模型呢，它就会有一个多人的对话，如果你的图片呢是有多角色的，那就可以选择这个模型来生成。跟猫猫互动的影片呢已经生成好了，点开来看看。猫猫的这段呢，我没有做一个很夸张的动作要求，因为其实这个场景我本来也是想拍出这种日常的镜头感，而且它是有免费配音功能的，根本不需要再花时间额外去录音，场景呢没有去融合，然后猫猫呢在人抚摸的过程里面，它的互动表现我也觉得是非常真实，人物角色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像是如果你的角色 IP 呢是自己和猫
猫猫的话，你是可以按这个流程来拍很多和猫猫之间的互动。OK， 那再来看看背后高楼爆炸的。很多工具生成爆炸很好看，但是呢，人物很容易会坏掉。这种镜头其实最容易测出一件事 ：AI 是在帮你延伸原本的画面，还是干脆把整个人重新画一个新的？因为只要角色一动，背景又在剧烈的变化，很多模型呢会直接偷懒，脸呢会慢慢的变样子，五官呢会飘，甚至变另一个人。但如果他真的有在理解到了画面，看到的呢就会是现在这个画面了。虽然世界在乱，人在动，可是他还是同一个人。除了图声影片之外呢，其实视频帧这个功能呢，在 AI 影片里面呢是更接近拍摄功能的，因为它不是随机生成影片，而是让你指定开始的画面和结束的画面，让 AI 呢把中间补出来。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像是你想拍，但是又拍不到，或者呢拍起来呢很麻烦。比如刚刚我生成的在超市货架前面的这2张图，我不用拿着相机呢去便利店里面拍一段素材，因为回来之后呢，我还很可能要修掉乱入的路人，或者是需要遮掉一些品牌 logo 什么的。但是我用图转图片生成了2张图之后，然后再用 AI 去补中间的逛店过程，就只需要按一下滑鼠，真的是可以省掉好几个小时的工作。同样也是可以选择你想要使用的模型，或者更适合你这个画面的模型。当你有明确的镜头想法，视频帧呢是会比文声影片、图声影片可靠很多，你就可以是自己生活的导演。但是呢，也要会写提示词哦。当2张图的背景、角色面向镜头的方向不一样的时候，我就会认真的去写清楚镜头和角色动作之间的关系。一开始镜头呢是固定不动的，角色自然向镜头方向走来，并且呢从镜头的旁边经过，写清楚是经过镜头之后，镜头呢再开始缓慢转动，跟随人物。我还这样去写了，镜头完成了大概是180度的转向，画面呢就改为了朝向出口的方向，也就是顺利的转到了尾帧的画面。这样去生成的影片呢，才不会是图1变成图2，而是真的是动作连贯，镜头移动后的合理画面展示。好玩的功能呢还没有结束哦，还有一个很省事的功能 ，AI Reel 有非常多有梗的影片特效，让你呢直接可以套进去就 OK。点开左边特效的栏目，可以看到这里呢有很多的 AI 特效分类。那我在热门趋势里面挑2个测试给大家看看。我觉得这个宠物偷吃零食就蛮有意思的。点开这个 AI 特效之后呢，你要上传图片，把你家的宠物图片上传过来，然后就不再需要你给任何的提示词，直接点去制作。那如果你想要做其他特效的话，直接点开这里，所有的特效呢都会直接出来，你可以任意选择。像是这个 Nano Banana 2编辑模型来做 AI 特效的，非常有趣。你可以把很多的动画角色呢都放到一起，让他们有一个合照。像是提示词这里写到的中国动画中的孙悟空和路飞，还有鸣人、哪吒、李白、唐僧、海绵宝宝、蜡笔小新，还有迪士尼公主们都站在一起，大杂烩式的同框，然后集体会有一个大合照。背景是怎么样的，你写上去就 OK 了。那分辨率这边画质它还支援了 2K、4K。今天我从一张自拍照一路换场景加角色补动作，做高难度的特效，最后变成一段真的是可以发的影片。其实这次测完 AI Reel， 我最大的感觉是它真的是很适合日常去创作。你今天随手拍到一张不错的照片，甚至就在手机上就完成了操作，它就可以把你脑中的画面完美的做出来，而且角色呢是一致的。当你的角色稳定了之后，故事就可以慢慢长出来。我觉得这种手机就能一路做到成片的感觉真的是太爽了。另外一个我觉得蛮关键的点就是它算是高性价比的那一种工具。
再说一个大家不知道的，我对比了其他竞品，很多呢都是根据套餐等级才能去解锁新的模型，但是 AI Real 的话呢，你订阅一个最基础的套餐，9.9美元呢就有2000积分，同时呢还直接给你解锁所有的顶级模型，这一点对于我们这种轻量创作者来说，真的是更低的成本、更高效率的一站式解决方案了。如果你真的会要长期的去做内容，你不会只生成1次2次，你会需要一直测、一直改、一直试不同的模型，这个时候成本能不能撑得住，其实差很多。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有在做短影音 IP 角色，你就可以去试试看。资讯栏呢我会放链接，你可以点进去注册领免费积分体验一下，也可以在手机上玩一轮看看适不适合你现在的工作流程。OK， 那今天呢就到这，我们下支影片再见。